男主人公小王22岁，来自黑龙江无业；女主人公小婷23岁，来自黑龙江，职业化妆师。来，有请两位。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呀？我只是想让他改变一下，不要像现在这样每天消沉下去了。他现在每天就知道上网玩游戏，我不想他这样了。我想让他变回以前的他。他以前是什么样？他以前特别自信的一个人，特别乐观，但是现在呢，一点都没有。兄弟，为什么这样啊？因为孩子的事吧，这2个孩子没了之后，就是特别心疼吧。是双胞胎对吧？对。你心疼，我也心疼啊！我不光心疼，我身体上我承受多大的痛呢？那是你能感受得到的吗？怀孕之后，双方父母知道吗？知道。你家态度什么态度？原本以为我俩就是知道有这孩子的时候，就是准备去打掉他。到了医院检查，大夫告诉我们说你们怀的是双胞胎，你们考虑一下吧。从医院出去了之后，我先跟我的父母说的。父母说，如果你们要不行的话，就回来把婚结了吧。毕竟2个孩子嘛，打掉了怪可惜的。他就告诉我要回家跟我父母说，必须得留下这个孩子。我说行，那你回去吧。之后我父母会同意，因为毕竟打孩子很伤身的，父母都知道，毕竟都是过来人嘛。回家之后，我没想到他们会那么强烈的反对，原因只是因为他给不了我幸福的家。我们2个可以说是都没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工作。做这样一个决定是你父母的决定还是你自己的决定？我父母的决定，但是我仔细想过之后也应该这样。以我俩现在的经济基础根本就没法养孩子，而且是2个孩子要抚养起来多难呢。在没打掉这孩子之前，我跟我父母说过这件事。父母说了，结了婚之后把孩子生下来，我们帮你们养着。这种事儿是可以靠父母的吗？你能靠父母？现在你能靠，你以后呢？以后你还能靠他吗？那你知道我以后能是什么样吗？你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？饭店配菜的。你的工作呢？我认识他那会儿是在饭店当服务员，现在是化妆师。出了这件事儿以后，你配菜也不做了是吧？没有心情做。你得往前走啊。我是会往前走啊。打算什么时候？我现在走不动。本来就是打掉了这2个孩子，对我就是打击挺大的，你知道吗？谁就是遇到了一些事儿，心里都有就是一些阴影。我打击也很大呀，可是日子还得走下去，以后的日子你说不活了吗？我没说不活吧？那你就每天这样消沉下去啊？至少我现在不能不消沉下去。他如果不改变的话，你怎么办？你会离开他吗？我舍不得离开。就你还爱着这个男人是吗？对。你爱他吗？之前爱。现在呢？不知道。你已经不确定你爱不爱他了，对吗？没有这件事之前，我是挺爱他的。但是除了这件事，对我打击挺大，让我走出这个阴影，我需要点时间。我想这么说，也许你不认同啊。有一个人摔倒了，摔得非常痛，疼死了，坐在地上喘口气，然后一定要快速的站起来，站起来该做什么还做什么，虽然还很痛，因为那个痛要慢慢的去消化，除非这个人当时摔的是爬不起来了。你是说你现在爬不起来了吗？我能爬起来。能爬起来赶紧爬呀，干嘛在那个阴霾里面不往出走呢，小伙子？在待着的时候就总能想起来就是孩子的事，就是特别的烦。一想到那个时候我就去上网打游戏，看看电影，就是转移一下的注意力。你会想什么呀？总会想就是我挺废物的一个人，没有这个能力保护好这俩孩子。为什么当时他回家的时候你没有陪他一起回？因为我们俩一直在一起的时候，他的父母就是反对我们俩在一块儿。他告诉我说我
先回家跟我的父母说，如果就是说通了，你再过来。没想到他的父母能不同意，知道吗？你回家多久之后做的这个决定？差不多有3天吧。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告诉过他吗？没有。为什么不告诉他呢？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。其实这孩子打掉，我对他我也挺内疚的，包括对他们家人。我觉得我挺对不起他们的，但是没办法。孩子都打掉了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你们俩现在生活在北京？对。你挣钱养着他，这局面有多久了？将近2个月了。孩子没有多久了？是去年12月份的时候没的。你今天来的目的，希望他能振作起来，是吗？对，我只是想让他振作起来，想让他像以前一样的生活。如果他就一直这么消沉下去，你怎么办呢？我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帮他。也许他2年、3年他都这样，他走不出来，你会离开他吗？不会。就一直守着他是吗？对。因为你觉得愧疚他。愧疚有，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我爱他。你还爱他吗？第3次问你。有答案了。今天你们真的要好好帮帮这对年轻人哈，给他们开启一些新的思路。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些刻骨铭心的阴影，但是很多人选择了自己消化，从阴影里赶快走出来，进入到正常的工作当中。我觉得你常常要告诉自己，你不是唯一的那个很糟糕的男孩子。刚才我眼泪想掉下来的那一瞬间，是我听到女生阐述了很多很多的抱怨和委屈之后，她最后说出那句话，因为我爱他。我想这就足够了。我支持你，女生。人都有就是说伤心的事情。如果说你们有伤心的事情了，你们会天天当做没有事情一样吗？天天开心吗？至少我现在我知道我走不出来，但是以后能不能走出来，那我又不确定。我觉得小王其实不是只是纠结在这2个孩子的生命上。堕胎这个事情，女方的家长其实传递给他一个信息，就是否决了作为一个男人他的能力，这个对他的打击挺大的。他会觉得自己突然间就失去一些打拼的能力和信心了。这个自尊心和信心你自己要拾回来。就像我给你举个例子，我人生当中上大学的时候，你别生气啊第一个喜欢的女孩，最后结果是他选择了一个比他大8岁或10岁的一个人。我能理解你，其实真正带给你打击的其实是那个否定。但是这个爬起来一定要让自己像个男人一样阳光一点。小婷也是希望你现在能够马上的能够坚强起来。沙河老师那观点我挺同意的，不要因为这样一件事情把自己否定。其实看到现在，我觉得还有点庆幸。我甚至于庆幸那2个孩子没有出生。如果我们往将来去想，将来的事情会太多，比这件事情更严重事情有的是，你是否能承受？想承受和能承受，想振作和能振作，这中间是有距离的。而小伙子，坦白说，现在你的状态我们是看不见希望。这2个孩子，对方的父母不同意生下来，没有告知你，这是不对的。但是你自己也体会到，这其实是因为自己不能够给对方一个足够的安全感和信任感。但是我们不能就此就堕落消沉下去，这岂不正让大家所严重了吗？小伙子一定要尽快的振作。孩子是没有了，但是还有一个挚爱你的、对你忠贞不渝的一个女人。如果你自甘的堕落，这个女人最终一定也会因为无望而失望，最后离开你。所以这个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角度的问题，就是姑娘自己说的，那是我身上的肉。你想想看，你这么做多伤她的心呢？她不需要人安慰吗？
而且这件事儿其实说到根儿，在这儿必须要说一段话，请我们的青年男女注意有保护措施。这个是谁造成的？其实说到底是你的不负责任造成的呀。我是很反对堕胎的，我跟姑娘们一再的说，在婚前，在你们还没有能力需要一个孩子的时候，一定要用安全措施，因为很多男人是不负责任的，根本就不会想到这件事情会造成多少创伤。你还抑郁了，人家堕胎你抑郁什么？在这件事情完了之后，你觉得啊，你就应该去赚钱，你就应该养我，请问你要用这件事情，你要一辈子吃这个姑娘吗？你说的也不对吧？如果说这件事发生在你身上，你怎么想？不会发生在我身上。你这也是属于回答不上来我这个问题，你在逃避。小王，你弄错了一个最基本的概念。人类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要经历的。我们常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这个巨人的肩膀是什么？是书籍，对呀，是前人总结出来的经验。如果说所有的人都要有这样的经历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，按照你这个方法的话，所有的医生，治癌症的医生得是癌症患者。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拿一些思维的谬论来问这个问题，其实真的没有意义。你不是我，你怎么知道我的感受？是我们不知道你是痛的，但是我们了解你的内心一定是痛的。听老师说一说，你认真听一听，也许言论过激，但是真的有用。我跟你好好的讲个道理，在人的一生里面，每个人都在找放弃自我的理由，我们都希望能够找到这个理由之后 ，OK， 我可以躺倒不干了。你找了这个理由，哦，我2个孩子没有了，所以我可以躺倒不干了，从此以后我可以怂了。你面对生活，连让自己好好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，怎么让他活下去？怎么让2个小孩活下去？情绪化的话我就不说了。跟现场所有的观众做过互动，所有做了妈妈问你们个问题：生孩子痛不痛啊？所有做了爸爸的请举手。生孩子痛不痛啊？痛啊，当然痛啊。你怎么知道啊？心痛啊，心痛是吧？对啊。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？每一次在这个舞台上，或者在生活当中发现，在逆境当中是否能够振作的时候，男人总是不如女人强。我搞不明白，男人就比女人要差吗？后来我想明白，女人挨过最大的痛。从少女时代刚刚会有这种成年的反应的时候，每个月就要痛一次，对吧？男人不能理解。后来10月怀胎，重负临盆，分娩之痛，男人一样都没挨，所以男人不知道那种痛是怎样的痛，所以才会在最艰难的时候，女人的忍耐力总是比男人强的，因为她忍受过产死之痛。小王，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女朋友啊，在打胎时候的样子？想过。想过怎样的？你来体会。包括他进手术台的时候心情忐忑不安，到坐在冰冷的手术台上之后，摸着疼疼的肚子下来的时候，这一切的感受是你想得出来的？想不出来的。想不出来。告诉你很疼。那我想请问，如果当时你知道他在打孩子，你会在身边怎么安慰他呢？你不知道，不怪你，你太年轻。成熟的男人慢慢成熟，经历了事情之后慢慢坚强，这我不怪。我今天说这番话是让你好好去想一想，痛他之所痛，理解他。其实坦率的来说，我不觉得你完全是因为孩子而伤心。在我看来，这2个双胞胎在你这儿就是一面，你并没有想过，哎，这2个孩子下来我该怎么养啊？陆老师所说的，我将来应该怎么工作稳定，你没有想过，你只是觉得，哎，突然要到手的东西没了，我脸上份儿没面子。一方面否定了我的能力，说我不是个男人，然后家里人说我也没用。你伤心的是这个？不是。那我问你，在他回家之前，你迎接2个孩子，你做好了什么筹备工作？还有。是啊，你没有做筹备工作，你敢说你爱那2个孩子？你拿什么来养孩子？让你父母养，让你奶奶养？
你没有做好任何准备，你怎么能说你从他是一个小细胞开始，你就重视他、关爱他，直到失去之后你伤心？你没有。我今天这番话呀，不想责备你，我只是让你内心好好想想。女人生孩子，这个从身体里面所剥离的那种痛楚，不是你所能够想象。人家那么大的痛都挨过了，咱们男人事业上的一些低谷，怎么就挨不过呢？我希望我这番话说给你听了之后啊，你能够真正的振作起来，能够真正的感觉到在生活当中这段时间我所谓的颓废，实在是一件很没有意义的事情，一点意义都没有。以后千万别那么傻了，想清楚。他那段话说的特别好。你说啊，说了爸妈养，姑娘就说了一句话，那行吗？他比你成熟，22岁，生活刚刚开始，奔跑起来吧，兄弟。下面是你们自己的时间，黄金60秒。我吧，不是说在这件事情上就永远的沉于在这件事情上，永远走不出来。我相信我能走出来，而且我不是说不爱他，我俩在一起有过很美好的一段事。我只是想你好好的跟我在一起，多想想以前我们一起去海边一起出去玩的时候，想想那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回到以前的，有我陪着你呢，我也会一直都陪着你的。振作起来吧，好吗？我等你。我只想让你在进门之前完成一个动作，就完成一件事儿。我想请你跟姑娘说3个字，叫对不起。对不起。对不起什么？我知道你也很痛苦，但是我现在这个状态，对不起什么？也不是我想要的。对不起什么，兄弟？把后面的话补全了。对不起的是，我不应该每天这样对你。这大概不是重点吧？请记住，对不起，我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，让你不得不去做一个母亲。对不起，在你做了准妈妈之后，我又没有能力像男人一样的去保护你，我窝囊的躲避。对不起，当你面对残酷的生活做出了一个选择之后，我没有支撑你，反而用我的懦弱来伤害你。要对不起的太多了。回去吧，回去吧，你一定会出来，对吗？对。回去吧，你回去吧。来，请关门。好了，来，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啊。如果你是这个姑娘，如果你是这个姑娘的长辈，面对这样一个男人，你们会对姑娘说2段话。A 段话，离开他。B 段话，你还可以坚持下去。你们的态度是什么呢？来，请选择。现场有64%的观众朋友赞成你们继续在一起。谢谢。因为大家觉得有这样的磨难之后，可能在一起会更好。这是想给你一些信心。谢谢大家。但是不知道那个小子怎么样啊？一起数5个数吧，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就从现在开始，勇敢去爱吧。真爱总是让人难以表达，解开了吉他，结局是中的甜蜜。来，手牵手到中间来。小川，我想问小王一个问题，你问他，如果你遇到了工作你不喜欢，你怎么办？我自己出去找工作，肯定不会找不喜欢的呀。万一找了几个工作，只有一个工作能要你，但是你不喜欢，怎么办？我想，我会尝试着去做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。
借着给这个叔叔。谢谢。来，搀着妹妹走吧。感谢杰里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一个套装礼盒。还是这句话，爱要有你才完美。求婚吧，这么爱你的女孩。接下来大家一起来见证这个浪漫而神圣的时刻吧。亲爱的，嫁给我吧，我以后肯定不会再这样。我相信我能给你幸福。我相信你。亮灯吧，啊，傅老师，你还有什么额外要求吗？让他承受一下幸福的压力吧，抱下他，拿着啊。访谈几句啊。现在是配菜是吧？是。就有可能做主厨吗？有，我觉得应该很快吧。累吗？不累。好，以后再出什么事儿都这种心态就对了，兄弟。往前走吧，好姑娘，好好珍惜。你是真不累哈？哎，回吧，祝幸福，请飞。谢谢，谢谢。